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做的柴犬小包需要提前准备无骨的牛奶棉线、3.0 的钩针、缝合针以及7毫米的眼睛。全包身涉及短针和长针的基本针法，从底部往上进行钩织。包身是用纽扣进行开关使用的，内置容量也非常的大。柴犬小包的难点在于鼻子的缝制，大家可以多练习几次。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锁针起针，起21个辫子针。起针完成后，我们来完成第一行的长针。在钩织长针之前，我们需要立3针的辫子针作为第一行的起立针。钩针绕线，回到刚刚的第21针的辫子针。我们先钩一个长针的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2次长针。接下来在每一个针目上面，我们只需要钩一个长针，直到包底的拐弯处的位置。我们现在来到包底的拐弯处，也就是刚刚起针的第1针的位置。我们需要在这边同一个针目里面钩织5个长针。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视频的教学部分。钩完包底的拐弯处过后，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侧，两边对称，对应钩回长针就可以了。包底的最后1针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左右进行对称。刚刚拐弯处的地方钩了5针的短针，所以我们在包底的最后1针需要钩一个长针的加针。我们回到第1行的第1针进行引拔，就可以开始第2行了。第2行刚开始之前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需要起3个辫子针作为第2行的起立针。包身的第2行，我们无需加减针，只需要每一个针目上面钩一个长针，一共47个长针即可。第2行完成过后，我们要用引拔针进行收口。引拔针完成过后，一定要记得拉紧线圈。包身的第3行是同样的钩织方法，起3个起立针过后，在每一个针目上面钩一个长针，一共47个长针。
包身的第4行开始，我们需要换入奶茶色的线。当最后一针的长针剩下2个线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换入奶茶色的线。把白色和奶茶色的线一同用引拔针把它们固定好位置，进行收线头。包身的第4行到第8行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。起3个起立针过后，在每一个针目上面钩一个长针，也就是47个长针，每一行都是这样子。我们一边钩长针，一边把白色和奶茶色的线头收好。来到第8行过后，我们不需要断线，直接在第8行的基础上面，我们钩织包盖。包盖一共有5行。第8行的最后一针，我们还是要正常的进行引拔的。包盖的第1行比较特别，我们需要围绕的第8行内侧的半针进行钩织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外围有一条包身和包盖的分隔线。包盖第1行，我们起2针的辫子针作为起立针过后，第1针我们要钩织长针的剪针，我们沿着内半针进行钩织，也就是辫子针的半侧。接下来我们钩织19个长针。剩下半侧的外围辫子针，它就会变成了包身和包盖的分隔线。包盖的第1行最后一针，我们也是一样的钩织一个长针的剪针，2个针目合并成一个针目，就是长针的剪针。包盖我们是用片钩的方法进行钩织，完成最后一针，我们一样的起2个起立针，然后整一个包身反转，进行钩织第2行。第2行的开始也是一样，钩织一个长针的剪针。接下来我们钩织18个长针。第2行的最后一针也是一样的，需要钩织一个长针的剪针，头尾对称。第3行的开始，钩织2个起立针，反转整一个包身，进行钩织，也是一头一尾进行剪针，中间钩织17个长针。包盖的第4行也是同样的钩织方法，一头一尾进行剪针，中间钩织16个长针。包盖的最后一行，我们是用短针进行钩织的。短针我们需要起1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，长针我们可以起2到3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。包盖的最后一行第1针，我们钩织1个短针的剪针，过后我们钩织6个短针。包盖的正中央我们需要留洞给纽扣来用的，所以第6个短针钩完过后，我们需要起3个辫子针，
这个是留给纽扣来用的。然后中间的话，我们空3个针目，在第4个针目，我们一样的钩织6个短针，左右对称。最后一针的话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钩织1个短针的减针，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。线头我们可以用缝合针收在包身里面。纽扣我用的尺寸是13毫米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衡量。如果你的纽扣大的话，你留的那个洞口就要更大一些。用2股线进行缝合纽扣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完成柴犬的脸部。我们一起先来做鼻子的部分，鼻子是用环形起针来钩织的，环形起针5针的短针。第2行我们钩织5个短针的加针。鼻子的第3行也是最后一行，我们不需要额外的加减针，在每一个针目上面钩织10个短针。鼻子完成过后，我们需要留入长线，因为待会方便把它缝到包身上面。柴犬的鼻头，我们用咖啡色的线把它绣上去。你可以选择用热熔胶把它粘上去，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缝在包身上面。我的缝合方法是紧贴着边缘，对应每一个针目进行入针缝合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前后都会非常的美观，而且也非常的耐用。
柴犬的耳朵是由内耳和外耳组成的，外耳是由奶茶色的线钩织，内耳是由奶白色的线钩织。我们先来钩外耳，锁针起针5针的辫子针。回到第4个辫子针目，我们先钩织一个短针、一个中长针和2个长针。完成过后，我们需要起一个起立针，反转耳朵的织片，围着钩1圈短针。耳朵也是一样，需要留长线剪断用来缝合的。内耳的部分，我们用奶白色的线，锁针起针3针的辫子针。倒回去第2针辫子针，我们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。起一个起立针，反转耳朵织片，在外围钩1圈的短针。2边耳朵之间，我们可以用热熔胶把它们粘合在一起，你也可以选择缝合。用同样的方法，我们钩织出另外1只耳朵出来，我们再把它们缝合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现在来做一下小小的总结部分。腮红的话呢，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。包盖的钩织其实是非常有规律，我们只需要在每一行的头尾进行剪针，它整一个包盖就会呈倾斜的收口。柴犬小包虽然对钩织没有特别严格的基础要求，但是的话呢，对缝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基础要求的。多加练习的话，成品就会越来越美观。有什么不懂的话呢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